你准备好走进内倾情感的世界了吗？MBTI 的创始人是这样形容内倾情感的：内倾情感类型的人富有温度和热情，但是他们在真正了解一个人之前，不会把温度显露出来，就好像外面是皮，里面才是绒毛的大衣一样。对感性的信任让他们通过个体价值观衡量一切，他们知道对自己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它。说起内倾情感 （introverted feeling），简称 FI， 很多人真的都有巨大的误解，有把它当成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觉得 FI 优先的人就特别自私，还有更离谱的是把它当成敏感情绪的来源啊，有啥 emo 就觉得自己是 FI 过剩了，开始谈感情就是 FI 冒出来了。来，大哥，别这样，人家 FI 确实更信任情感，但是这是个讲道理的决策过程啊，只是把情感和立场当作是有效的决策依据，并不是不讲逻辑啊。有一句话很好的表达出了内倾情感的追求：愿你忠于自己，不舍昼夜。出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根据 MBTI 官方在美国的统计，以内倾情感 FI 作为主要决策过程的人格，也就是 FP 类型，在人群中占比大约是25%左右。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内倾情感对于 TJ 类型的人格而言是较为次要的决策过程，仍然在他们人格中扮演必不可少的角色。那么就让我们正式起航，走进内倾情感吧。注意啊，我们试图还原的是纯粹的内倾情感，在现实中不存在一个只有内倾情感而没有其他认知功能的人。所有正常人都会考虑到外界的因素，但是内倾情感作为内倾判断功能，确实是在决策中喜欢单单的指向个体内在的价值观。第一，内倾情感决策的标准是内心的愿望，但不是随机的，是围绕不变的底层价值观的。很多人误解内倾情感，是因为把这个决策过程当成了是一个参照自己情绪的决策过程，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内倾情感就生气了或者难过了啊。内倾情感确实在做决策的时候依赖自己的内心，依赖自己是否对这个决策感觉正确，在意这个决策能否代表自己真实的愿望。但是这不意味着内倾情感就是任性的、不可预测的就像一个婴儿一样，不合心意就哭闹。其实正好反过来，正是因为内倾情感对于自己作为个体、作为个人的价值观、信念和立场非常的敏锐，所以当任何行为或者观点和自己内在的这些标准起到直接冲突的时候，会很直接的产生相应的情感情绪层面的影响。正是因为这些情感情绪的感受如此的强烈和真实，以至于让内倾情感类型的人很自然的根据这些来做决策和判断。我再说一遍不要搞反了，内倾情感根据情绪感受做决策，是因为他们的情绪感受就是很直接的联系到他们的底层价值观的，这是他们和自身情感紧密连结的结果，是他们在情感方面自我察觉和比较成熟的象征，不是幼稚任性的体现。有人从旁观者的角度认为内倾情感过于任性，是因为他们期待的是内倾情感和人类集体所遵循的标准要有所重合。比如大家都应该顾及彼此的面子呀，比如大家都应该注重客观的收益啊，又比如大家都至少要寻找最合理的这个公理啊。人们习惯于从自身和对方重合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他人，但是内倾情感所遵循的标准本身就是一个个体基于个人的人性的产物，是所有决策过程中最主观和最具备个性的。一个让你觉得契合你价值观100%的事情，可能在别人那里完全不适用。这绝对不是说内倾情感任性或者不可预期。如果你逐渐了解一个内倾情感类型的人，你会发现他的好恶其实是相当的明确而且稳定的，围绕的都是不变的底层价值观。站在内倾情感的角度来说，如果你都不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花时间真正走进我的内心，不说全部，至少试图了解一部分的我，那你怎么能期待理解我的所作所为呢？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并非真的在普世意义上是合理的，就像那些明知道一定会死去，明知道难以力挽狂澜，但是仍然拒绝投降的忠烈你说他们做的合理吗？未必。但是你说他们幼稚，没有想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吗？显然不是的。内倾情感正是如此，真的别再为他的这种表现认为他不讲道理因为作为决策过程成熟的内倾情感条理清晰分明，非常的明白
自己认可什么，以及为什么。第二，内倾情感所遵循的个人价值观中，具有难以被逻辑语言清晰描述的部分，就好像人性那样。价值观这个词在现在已经被用烂了，什么事情都可以被当做一种价值观。有的人会说，哎，我觉得优胜劣汰，这不一样是一种价值观吗？但是当我们说内倾情感遵循个人价值观的时候，这里的个人不仅仅是指具备个体特色的，同时也指的是具备人的特色的。你可以把内倾情感的价值观理解为他们个人生命最深处所认可的良知，也就是如果他们违背了，他们会晚上彻夜不眠，睡不着觉，感觉自己背叛了自己的标准，感觉自己不再是自己了。作为一种内倾的决策过程又是情感功能，内倾情感的标准是在内部形成的，和外界本身就没有绝对的联系，也就意味着很难用外界普遍所能理解的方式和语言去描述出来。语言只能接近这些底层价值观，但是不可能完全代表，因为语言的存在本身就不是为了某个个体，而是为了集体在外界的交互和沟通，因此而牺牲掉的自然就是个体和集体之间那个难以被跨越的部分。有人会问，那这种底层的个人价值观到底具体是什么呢？我只能说，这对于每个内倾情感的人来说都不一样。你要找到一个统一的答案，这几乎就等同于在问人性到底是什么呢？内倾情感最深处所凝聚而成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人性和个人经历交织的结果。这里绝不是在夸奖内倾情感，因为人性原本就是复杂的。一个内倾情感主导的人，可以是高尚的圣人，也可以是连环杀手。但是内倾情感的共同点都会是，他们深深地感受到做真实的自己的需要，难以拒绝去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不能告诉你它一定是什么，但是如果你所认为的所谓的价值观中缺乏了我喜欢、我认同、我自愿，那它一般不会是来自内倾情感的。在现在这种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很容易陷入一种自以为懂很多、自以为中立客观的优越感中，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通用的至高标准，总是去问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总是拿着收入学历职位家庭背景这样的外在标准到处去丈量别人。这是一种对于内倾情感极大的不公平，并不是说他们在能力上无法获取这些，而是在底层上对于这些外在标准的崇尚展现出了对于个体独特性的不屑一顾，认为外在标准比个人的独特性更重要。不是所有的内倾情感都意识到了这一底层的他们感觉不舒服的地方很多时候面对这样理中客一般的质疑，他们只能因此感受到不被理解的痛苦，或者是感觉难以把自己表达清楚带来的一种迷茫和无力，甚至会怀疑说是不是我真的就不适合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怎么这么糟糕。第三，内倾情感具有极高的包容度，除非自己的个人价值观被冒犯。内倾情感本身参照自己个人的价值观做决策，但其实生活中很多事情，甚至是绝大部分事情，根本涉及不到底层的价值观的比如你今天中午吃什么，你和朋友要去哪里散步等等。很多人总觉得内倾情感好像就是每时每刻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一定要按着自己的心愿来其实并非如此。内倾情感是所有认知功能中相对包容度最高的，几乎从来不以批判的角度去看待他人的观点，因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就很私人，他们非常清楚每个人都有权利有自己的价值观，而不同的价值观之间完全不存在高低贵贱。对内倾情感最常见的误解是，他们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感受或者愿望，但是被其他人认为是想要说服他人，或者在吹毛求疵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被请客吃饭，偏好内倾情感的小伙伴可能真心实意地夸了这个几道菜，然后有一道菜吃起来非常不喜欢，于是也如实地表达了出来。有的朋友可能就会由此认为说，内倾情感的小伙伴怎么不懂感恩太过自我了吧被请客吃饭还挑三拣四的，最后两人明显就闹得很不愉快。那事后这个朋友可能会认为说，这个内倾情感的小伙伴对吃的十分挑剔，一点点自己不喜欢的都不接受，甚至还为此生气。就是苍天为证实际上这个内倾情感的小伙伴生气的根本就不是吃到了不好吃的菜，而是因为被误解了。他只是在做真实的自己，但是有人认为这样的真实自己不该存在，真正惹怒他的根本不是饭菜，而是对方歪曲他的动机。如果你有内倾情感类型的朋友，一定要记住一点他们如果生气了，如果价值观真的被冒犯了，他们不会惺惺作态、虚伪掩饰、说假话的，不用担心他们不去直说。很多时候他们仅仅是出于真诚表达出自己对于很多事情的实际的看法和观点，并不是要求你一定要去认可他们，或者希望否定你的观点。
因为内倾情感很清楚，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哪怕你的看法和他们截然不同，他们也很少会因此觉得你不是他们的朋友，更不会因此感到不愉快。如果你真诚的表达，他们反而会欣赏你，对你好奇，想了解到你的观点是怎么来的。因为他们相信一个人如此真诚的相信某件事或者持有某个观点，那肯定是值得去一听，值得去了解的。事实上，几乎很少有什么比让人误会自己的愿望和动机，更让内倾情感受到伤害的。因此，在绝大部分的时候，为了避免这种严重的伤害，为了维持自己内在的一种和谐和安宁，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内倾情感类型的人开始学会了不怎么去分享自己强烈的价值观，因为他们知道分享的意义不大。一方面，我不需要别人的认可，不需要别人的许可来去拥有这个价值观，来去相信什么事情。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如果面对反对的声音和批判，他们会坚决地捍卫自己的价值观，直到遍体鳞伤。在《Building Blocks of Personality Type》这本书中，更是写到了一个内倾情感者的独白，引用这个人的原话，他说：如果必要，我宁可肉身逃跑，也不想在一个很公开的场合公开曝光我的价值观。第4点，内倾情感不仅仅对于自己是否真诚敏感，对他人也同样如此。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理解的道理。内倾情感吸引着一个人总是尽可能的去做真实的自己，对扭曲自己的愿望或者是做出虚伪的表现感到非常的抗拒。当一个人习惯性的检查自己的真实程度的时候，很自然他就很容易举一反三的对于他人是否在做真实的自己更加的敏锐。这种敏锐并不是基于清晰明确的一种逻辑推理的，比如说好像说通过是不是这个人眨眼睛太频繁了去判断他有没有撒谎，而是基于一种感受层面很难去精确衡量的一种熟悉感或者别扭感，对真诚的人的熟悉，以及对表里不一的人的别扭。当然，这并不是什么精准的测量，存在着大量的主观性。通常来说，和一个人私下里接触越多，这种感觉的准确度就会越高。如果内倾情感的一个人仅仅凭着对他人在网络或者某个节目采访的一种初印象来看，参考价值就没有那么高了当然，就像前面的一点所说的，成熟的内倾情感类型的人其实几乎很少的带上批判的滤镜去看人的。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仅仅凭着自己一厢情愿的感受，武断的评估一个人的好与坏，甚至讨厌一个人那反而是一种内倾情感幼稚或者被纵容的体现。基于这种对他人的敏感度，内倾情感的类型往往会有一种非常深刻的共情。这种共情不是对别人的遭遇或者经历的共情，比如我们经历这样的事情都很难过，我们都是苦命的人，而是对一个人内心的挣扎与痛苦本身的关怀。因为他们很清楚，当一个人能做真实自己时的喜悦，也很清楚当一个人无法达成内在平静时的痛苦和撕裂感。所以当他们真正共情的时候，是实实在在从一个切身体会过类似痛苦、类似喜悦的人的角度出发的，而不是从外在的经历出发因为这种共情是如此的深，语言都是非常匮乏的。就像苏轼所写：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第5，内倾情感相信人的自愿性，自然的从个人目标的角度考虑外在的因素。对于内倾情感而言，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内在的个人的情感需求而行动，也就是大家的行为背后，他们认为会说，至少在情感层面应该是比较自愿的。那内倾情感怎么看待被迫做某些事的情况呢？因为现实生活中一定有许多被迫的时候嘛。那一方面，对于内倾情感类型的人来说，你不喜欢被外在因素强迫，那是一定的。他们很难为了达成某种外在的需求而牺牲自己本身内在的一个需求，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自身的情感需求对他们来说是去行动的一个基础。再从另一个角度看呢，如果非要为了外在因素而妥协一部分，或者为了外在因素而强迫自己，那他们能接受的肯定至少是自己个人渴望达成的外在需求嘛。比如我自己特别想要获得好的成绩，为此我可以强迫自己去学习一些我不认可的内容。换句话说，他们不那么认可外在需求，但是非要认可的话，他们更可能更自然倾向去认可的是基于他们个人愿望而诞生，他们自己喜欢达成的某个外在的标准，而不是他人眼中应该认可的这个标准，或者是这个某一个世界运行的一个公理这就是为什么在理论模型中，内倾情感 FRI 一定和外倾思维 TE 并存。这不是理论强行配对的，这是因为一个人如果以内倾情感作为决策功能，那他在自然情况下
更容易意识到外倾思维 TE 的存在与必要性。因为内倾思维 TI 和外倾情感 FE， 它们和内倾情感 FI 存在着更加不容易调和的一个对立性。对这部分深度内容有兴趣的，可以综合了解一下这些认知功能的专题啊，之后试着做出一个理解。那我们内倾情感 FI 的专题就到这里。那在接下去的内容中呢，我还会再更新一期更深入的内倾情感的专题，会提到说内倾情感是如何和那些 NE 啊、SE 啊这种外倾的感知功能弄混的，包括也会提到说为什么实际上内倾情感的人，他们反而是甚至还比内倾思维的人对于哲学的兴趣更大一些。好的，这里是莎莎，陪你走进浪漫又靠谱的人格类型理论。你的点赞转发对我来说都非常的重要，谢谢大家，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你准备好进入内倾情感的世界了吗？